時間啦喂，兄弟，4點半啦，你婆婆就嚟食飯㗎。这是一间极其特别的餐厅。3年前，杨国雄辞去了餐饮集团主厨的高薪工作，选择在这间西食堂掌勺。走埋啲鯇魚嘅。我哋主要服務對象就係啲公公婆婆啦，低收入家庭嘅人士啦。这间餐廳的特別之處是用即將過期和贈送的食材做盒飯，而所有的盒飯都是免費派送的。繁華的香港背後，每6個港人就有1人活在貧困線下，有的老人甚至一天只能吃上1頓飯。但同時，香港每天有3600噸棄置食物。7年前，回收食材再加工的西食堂應運而生。姐姐你好，小朋友你訂嘢送啊！好，多謝啊，多謝晒啊！西食堂从有自己制作盒饭的厨房开始壮大。作为曾经的高端餐厅的主厨，杨國雄太清楚食物如何被浪費。如果你喺食肆出邊做咧，你咁肥啲人點會要啫？點會食啫？你睇下咁大嚿嘢，可能得咁少啊用得嚟，所以呢啲佢哋唔會用啊，佢哋捐俾我哋。要讓這些非優質食材變得營養美味，最關鍵的是要做好食物挽救的源頭工作。呢度得㗎。好，唔該晒。我哋頭先收咗3個地方㗎啦，2個跑馬地咯，仲有個西環咯。會展中心剩餘的熟食，超級市場賣剩的果蔬和臨到期的凍肉，從早到晚，義工們以最快的速度搶救可再食用的食材。幫我哋切啊、洗啊、搬啊、得啊咁樣，日日都嚟嘅喎，有啲仲係佢嗰啲冇錢嘅喎。收回來的肉菜經過層層篩選、分挑，再送到西食堂的2個中央廚房。主廚楊國雄拿到食材後，並不會第一時間開爐，而是拿出筆記本。食安咧會留意翻呢度嘅日子嘅，因為有陣時未必夠貨噶。好似啊，我出北菇雞，未必嗰日夠北菇雞俾我出嘅。咁如果真係唔夠咧，或者變咗雲耳雞咁樣咯，或者變咗榨菜雞咁樣咯。所以一定要諗多1-2個。理清了食材的品種、類型和新鮮程度，再經每周的例會來制定菜單。這個不尋常的管理方式延續了7年。係攰嘅，但係都開心嘅，做得起勁。呢度你見到我哋都冇停㗎，你見到我哋都冇停。但係呢度諗起啲受惠者，你即係會盡心啲做啊，盡心啲做。每天早上8點，西食堂的後廚開始高速運轉。短短的3個小時，在100多平米的廚房，楊國雄他們要變出8000個熱氣騰騰的盒飯。不是按菜單採購，而是根據也許完全不搭的材料製作菜式。這是做西食堂的主廚最大的不同。同時，繁瑣的食材處理工作也嚇退了不少同行。我哋做啲嘢就係比較繁複啲嘅，又好有耐性咯。呢個位曾經請咗成年咧，不停咁樣轉。今天午餐的主角是白汁玉米腸仔燴肉粒。呢個菜其實仲有咩特色嘅？最主要我哋收翻嚟咧材料咧就係需要咁樣配搭嘅啫。淨係已經俾腸仔啲婆婆食咧，又好似好寡同埋好單調，又唔係幾健康咁啊。早餐做咧就會再加啲雞品啊，加啲糖啊咁樣。咁我哋就唔需要啦，因為本身個汁同埋粟米都好有味。咁我哋唔可以太多汁嘅，因為點咧？我哋要入翻落焗爐咧，如果你太多汁咧，佢飆晒出嚟咧，我哋執茶粒嘅時候咧就會好論盡。雖然是根據回收材料搭配食材，楊國雄同樣注重健康。一份枸杞雲耳蒸肉，清清爽爽。免費的食堂
并不影响细心的定制，特殊菜式在这里一一分类。随着附近老人的陆续到来，杨国雄和同事们开始了一天当中最繁忙的时刻。如果有綠色菜咧，我哋呢個世界綠色菜，底塊咧就係白色菜。熱飯送到老人家手上，要保證每一份的溫度是一場考驗。有時啲飯我哋都要試下睇，唔好太乾或者太爛。如果個溫度唔夠，啲細菌都會滋生噶嘛。希望可以做60零70華。11點30分，部分盒飯被義工們派送到社區，而另一邊，老人們已經開始吃上愛心飯菜。7年裡，西食堂已回收超過4800公噸剩餘食物，派出620多萬份愛心餐和食物包。楊國雄用自己手中的大勺和伙伴們一起踐行惜食的意義。廣州最南端，大珠江出海口處，停泊着的龐然大物裡，將展開一場場的美食盛宴。所有消費愉快，我看來高一3。你一個時候，他在裡面的可以。作為最早在郵輪工作的元老級廚師，羅南昌和他的360名同事一起，要負責3000多位遊客的飲食。就基本功你要怎樣做，這你要明白啦。水果全部要洗乾淨。我哋嘅美國標準衛生會每個禮拜會過嚟檢查。作為餐廳的靈魂人物，主廚們決定着餐廳的出品。試咗張菜單啦，喂，花魚有幾大條啊？啱冇？啲牛展做咗未啊？松子魚、盤菜。盤菜我做，燉湯我做。兩樣你做。今年60歲的副總廚羅南昌是馬來西亞人，已經在船上工作了30年，常年和不同地區的廚師打交道，英語、粵語、客家話、潮汕話，羅師傅張口就來。一隻包皮，一隻魚我拿嚟做乜嘅？做魚筍咯。這裡是中央廚房，廚師有馬來西亞、有中國、有印尼、有緬甸的，還有菲律賓。我們請的廣東師傅比較多。5 for the food for the passenger also。我哋還沒開有 break。這座移動的5星級酒店廚房，和地面廚房最大的不同，就是沒有明火，所有食物的烹製加熱必須通過用電來完成。特別安全。我們的電力也是很夠，而且熱得特別快，它一下子上了180度。電爐溫度高，雖然能滿足廚房烹炒煎炸的各般武藝，但對於講究鑊氣的食客來說，或許不太圓滿。擅長炒鍋的羅師傅用了一輩子電爐，做了太多讓食客讚嘆的美食。他不僅覺得口味完全無差，甚至更偏愛用電爐。因為酒店嗰啲廚房行煤氣特別熱嘛，因為我哋船上都冇行電嘅，廚房又冷氣又成又唔會熱。扒房吱吱作響的牛扒，歡快蠕動在鐵板燒上的海鮮，還有廚師們花俏賣力的表演，組成了海上引人入勝的樂章。不過，在郵輪最被重複喜愛的音符，通常是粵菜。專做粵菜的羅師傅，不知在海上帶了多少徒弟。而且啲後生仔全部上嚟嗰啲20零歲啊，他媽我哋當個仔咁教導咯。一直很有心。
现在好多了。罗师傅的一双儿女早已工作，也许是想弥补少陪子女的遗憾，罗师傅特别偏爱这个来自河北的小徒弟。今天，他要把客人经常点的菜式再演示一次。我们这个松茸炒一块，不可以炒过火，而且松茸的味道在那边，吃起来特别香跟滑，啊，知道吗？明白。星梦游轮在大海上飘荡，后厨不断生产，美食惊喜，24小时四地盛开。但游轮食客对餐饮的期待值会给主厨们更大压力。你冇再攞過啦，冇問題㗎嘛？美食的制作者们全天在封闭的舱体空间，感受不到日夜交替的变换。他们唯一关注的时间是何时食材补给。因為我哋船上每一水我哋都有3500至4000個客仔。我哋今日我哋上貨上菜啊、肉啊、海鮮啊，一個星期入2次咯。游轮上工作，半个月才能休假一次。罗师傅惯常的休息方式就是看海。在厨房太久了，就是时间来外面吹下海风，在船上也有想家。屋企人都有講下啦，咁中意做事，我講做事非常之好，行兩步可以翻入廚房，又可以做工，又唔使塞車，解釋俾個老婆聽，覺得佢都冇得好講啦。在游轮，工业化的流程并未导致口味的妥协，技术的投入、得力的管理带来的是标准之上的口感。在限制中追求极致，让每一个食客满意，这正是不善言辞的罗师傅们一直的追求。风雨将至，珠海香洲的码头停满了避风的渔船。中山餐饮人王洪瑞和朋友听说有船到港，从中山赶去吃鱼。哎，六哥，你好啊，你好啊，你好啊！喂，今日辛苦晒你啊！留咗啲咩魚俾我啊？整咗幾條靚嘢啊！哦，哇，靚啊，好生猛啊，好生猛啊！係啦，嗱，大冬天到海边渔船吃鱼，王洪瑞为的就是这口鲜。做了10几年日本料理的叶土龙准备做刺身，在动刀之前，他还要做一件事。我哋先整個山葵，準備好材料先，跟住再劏條魚。山葵，这种高档日本料理必备的香料。为了最佳的口感，山葵必须現吃現磨。通常10-2分鐘食最好咯，因為10-2分鐘。係啊。嗱，阿龍哥啊，我今日我都帶咗咧，我自己磨啲黃芥辣嚟啊。咁咧陣間咧，我哋 PK 下。好。刺身，在中国也叫生鱼片，古代称之为块，而日语里刺身也写作块。不一会儿，叶土龍就把魚肉切好了。掂下啲日本豉油先。好啦，跟住就加啲黃芥辣，撈佢。嗱，金黃色，掂啦。黃芥末入口，一股辣劲儿直呛鼻腔，但很快缓解，随即满嘴芳香。先點豉油，再夾上芥辣。山葵的辣度与黃芥末相仿，但带着植物特有的清新，生鱼片的鲜味被极大的激发。黃芥辣咧，
濃香啲，酸芥辣咧就清香啲。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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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2种香料赋予生鱼片更丰富的味觉体验。与山葵讲究食用时效不同，制作黄芥末得花上不少功夫。12月是芥菜上市的季节，花期过后，芥菜籽儿逐渐长大。成熟后的芥菜籽儿晾晒干燥，便是制作黄芥末的原料。在辣椒这个舶来品出现之前，黄芥末是中国古代辣味的来源之一。王洪瑞是制作传统黄芥末的高手，把当季的芥菜籽儿倒入石冲，捣碎成末。係我哋當地本身係一種芥菜籽磨出嚟嘅，即係阿爺輩嗰陣時講，以前都已經有㗎啦。細細研磨後的粉末，要用油紙包裹，再放到鍋裡隔水蒸。让粉末充分吸收水分。真係唔得！哇，犀利到香噴噴啊！其實粵菜嚟講咧，我哋講話淡中出鮮，鹹中出味。好多切雞啊、食腸粉啊、白灼啊呢啲，佢用啲芥辣嚟點下佢咧，將個鮮味會帶翻出嚟嘅。中山早餐常见的猪肠粉，最佳搭档便是黄芥末。本来寡淡的粉，淋上黄色的芥末，便让人食欲大增。对于广东名菜白切鸡，蘸料十分重要。嫩滑的鸡肉遇上黄芥末的辛香，口味变得浓郁。新做的黄芥末让王洪瑞厨性大发。脆肉鲩是中山特产，与黄芥末同炒，本来清淡的味道增添了风味儿。黄芥末搭配肉类最为吸引。开了背的螺水虾吸收了黄芥末，冲鼻的辛辣提点味觉，凸显后来居上的虾的鲜甜。呢個咧我自己做嘅黃芥辣啊，係啊，我自己磨㗎嗱，自己。王洪瑞下海做餐饮已經15年了，做的都是吃了一輩子的本地菜。當我感覺到，即係我哋每個城市，我哋必須要有一兩間，即係去做翻我哋以前真真正正傳統嘅菜式嘅。夜幕低垂，王洪瑞又用本地菜迎接了一波外地朋友。嗱，你哋第一次嚟沙溪係嘛？係。咁咧今晚咧就帶你哋嚟食下我哋沙溪最傳統、最地道嘅街邊小食。無論早或晚，黃芥末都在中山某個角落，用刺激芳香的口味，以一抹明黃點亮庸常的生活。春天裡，山城潭邊，暗香浮動。當地人何建平和妻子莫新蘭最近每天都要上山。26年前，他的父親承包了家附近的幾個山頭，共200畝地，全部用來種植當地最負盛名的香料。嗰啲桂樹係我爸包山嗰時種落嘅，到依家都有20-30年嘅啦。他們拿出一把形狀奇特的刀，用刀身長度比劃樹幹，接着用刀尖一圈，
一化，一块块统一长度的树皮剥落，浓郁的香气弥漫开来。原来，这些散发甜香的树，便是当地特产肉桂。哇！呢塊咁大塊嘅，哇！好香啊，好香啊，好靚啊！幾百年前咧已經好出名㗎啦，我哋啲桂。何建平砍下剥了皮的树干，留下一截高高的树桩，用来防止被牛等牲畜误伤树根。树根将会发出新芽，5年后长成的桂树又可以再次采桂皮，如此循环，取之不尽。清明至立夏是采收肉桂的最佳季节，树干水分充足，桂皮容易剥离。一把牛角刀是当地惯用的剥皮工具。用咗10幾20年咯，佢整成彎形就比較可以起啲咯。山里偏僻，为了节省时间，夫妻俩中午只能吃自带的简单饭菜。掌柜，好辛苦啊！采收肉桂无法用机械代替，人工采收的方式几百年来几乎没有变化，已经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入行。何建平几十年来第一次采收这里的老桂，下次不知是何时了。晒過至靚啊嘛，有嚿香味啊嘛。今年都係天氣比較好，斬得時間長，都有10000多斤啦。每当肉桂采收季节，何家上下4代人都要出动。何建平的父亲何其光今年73岁，当年承包了200亩山地，7年種了12萬棵桂苗。我頭唔份啊，開始種桂嚟講都有幾代嘅人。我太公啊喺南洋攞啲桂種翻嚟種㗎。先辈们種下肉桂，没想過可以庇荫後代如此之久。當地人熟知肉桂習性，甚至用它來測試體質。烈人食到呢就好辣，涼嘅人食到呢就有少少甜。把老桂去皮曬乾，可以減少辣味兒。肉桂磨成粉，可與其他香料混合製成五香粉。但這些對何建平來說都是小兒科，用古法提煉肉桂油才是大活兒。何建平習慣了每年親自做一些給家裡老人小孩備用。桂油嗰啲細蚊仔肚屙肚痛啊，攞嚟蒸瘦肉啊，嗰啲胃寒啊，咁有啲治療效果。家家戶戶都備有嘅，我哋以前。蒸馏肉桂油耗時耗力，100斤原料只能濃縮出7、8兩芳香油。自從90年代末桂油廠興起，便很少人懂得手工煉油了。一股濃郁的香腥味一出，肉桂油終於出鍋了。與別的油不同，肉桂油比水重，易揮發，於是當地人把它儲存在水裡。一日大概係2斤半到3斤咁啦。好靚啊啲桂油，好黃淨，好靚。肉桂給予一家幾代人庇護，
何建平也打心里喜爱着肉桂树。棵樹佬即係爺爺佬啊！闲下来时，他爬上门前10几米高的肉桂树，给它清除寄生植物。呢棵桂乸樹起碼都有40-50年啦，比我仲大啊！因為佢生滿咧寄生就會扯死嗰棵桂乸樹噶啦，所以我要斬開佢。肉桂树开始抽出新芽嫩叶，预示着今年采桂季节正式过去。辛劳了2个月的何家准备好好庆祝一番。甜与辣2种背道而驰的味道，却神奇地集中在肉桂身上。嫩桂皮偏辛辣，何建平做菜喜欢用老桂皮，味道偏甜，口感醇和。这种复合味道极具穿透力，只需一点便直达味蕾。肉桂最适宜和肉类搭配，去腥提鲜，特别是春寒或凛冬之时，暖胃暖心。在豉油里滴上一滴味道霸气的肉桂油，广东人最愛的白切雞頓時有了更奇妙、嫩滑爽甜的口感。今年就摸完季啦，食餐飯慶祝下，嚟大家乾杯。乾杯。嚟。胡椒曾经价比黄金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货物。海南是国内最大的胡椒生产区。这种原产印度的热带作物，在1947年由华侨带到海南培植。作为土生土长的海南文昌人，周世通和妻子洪云飞从小在胡椒藤下长大。家里已经是第3代种植胡椒。小时候就来了，上学那时候父母的工多，我们就帮忙了咯。胡椒6月开始成熟，采摘期为2个月。一天高峰可以摘6颗、7颗。一串胡椒只要有1颗变红，便是成熟标志，可以采收。这些青色的胡椒经过杀青后晾晒，颜色逐渐加深，便会变成我们熟知的黑胡椒。黑胡椒中含有挥发油，受热时间长就会导致它的香辣味消失，因此黑胡椒需要现磨现用。随着加工工艺的进步，采用冻干技术，还可以保留胡椒本来的颜色和味道，被称之为青胡椒。而中国人最常用的白胡椒，需要更复杂的工序。夫妻俩把摘回来的新鲜胡椒活水浸泡，10多天后，胡椒外皮已经腐烂，反复搓洗后，一颗颗白嫩的胡椒逐渐出现。这样的活儿，夫妻俩已经搭档配合了10年。种植胡椒需要很多功夫，而且价格波动较大，已经很少年轻人以此为主业。但周世通夫妻却一心要做好胡椒买卖，还在当地收购加工胡椒。
他们一年到头总有大半时间在路上到处收胶。一年收100万左右。我老公还胡椒比较辛苦嘛，一般我是付款期间不感觉辛苦啊。今天是洪云飞外公丁桂英的生日，这位第一代的胡椒农已经102岁了。洪云飞去探望他。人哦。他第一代种胡椒，他孙子也要种，这样传下去。大伙儿早早赶回家，给老寿星张罗寿宴。这次由洪云飞掌勺，他要做2大桌子好菜。本地特色菜当然少不了白胡椒的身影。猪肚包鸡是经典粤菜，同样受到海南人的欢迎。再加上原粒白胡椒加持，汤清肚白，一口汤暖暖辣辣，直达肠胃，舒坦。与黑胡椒不同，白胡椒的香味儿即使磨成粉也可以留存，无需现磨。与海鲜搭配，去腥提鲜，和肉类一起解腻提味儿。